试图掌握一切，只会让显化远离本质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控制的时代，要有计划，要有步骤，要有确定的答案。我们被告诉，只要能掌握一切，就能避免失败，避免失落，避免遗憾。于是你开始拼命计算，拼命推演，拼命预测，想要让每一步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但真相是，你越是试图掌握一切，显化就越会远离本质。因为显化的核心不是掌控，而是流动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控制感是一种人类对抗不确定性的方式。当人无法接受未知，就会透过控制来换取安全感。但这样的安全感往往是短暂而脆弱的，因为生命本质就是未知，而控制的慌乱反而会让你更焦虑、更不安、更失去与自己真实渴望的连结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大脑过度专注于控制，压力系统会长期启动，让人失去创造力与直觉。因为控制依赖的是头脑，而显化需要的是心与灵魂的对齐。当你把所有能量放在掌握外在，你就没有空间去听见内在，于是显化的讯号被掩盖，被扭曲，被延迟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的运作不是依照你的控制而展开，而是依照你的振动而回应。当你试图掌握一切，你的振动是紧绷，是怀疑，是我不相信宇宙，所以我要自己操控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不确定，更多的阻力，更多让你觉得需要控制的情境。但当你放下掌控，选择信任，选择臣服，你的振动是开放，是流动，是我相信一切正在为我准备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流畅，就是巧合，就是奇迹。所以试图掌握一切，只会让显化远离本质。因为显化不是计划的产物，而是信任的结果。它需要空间，需要未知，需要流动，需要你允许事情在刚刚好的时刻发生。请记得，河流不是因为控制才抵达大海，而是因为顺流。夜空的星辰不是因为掌控才闪耀，而是因为自由存在。花朵不是因为计算才绽放，而是因为时机成熟。你的愿望也是如此，不是因为你掌握每一个细节才实现，而是因为你愿意对其并信任。当你放下控制，你会发现心慢慢松开，能量慢慢回来，直觉慢慢清晰，宇宙的支持也会慢慢靠近，因为你终于给了它空间。试图掌握一切，只会让显化远离本质。而当你选择信任，你会发现，显化从来不需要你的掌控，它需要的只是你的存在，你的真实，你的允许。有些等待是灵魂正在预约刚好的时机。我们最害怕的往往不是失败，而是等待。等待让人焦躁，等待让人怀疑，等待让人觉得自己是不是被遗忘，是不是做得不够，是不是永远等不到渴望的实现。于是你开始急着推动，
急着寻找方法，急着证明自己，害怕一旦停下，就什么都得不到，害怕一旦放松，就会错过属于你的礼物。但真相是，有些等待并不是浪费，而是灵魂正在为你预约刚好的时机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等待会触发人类最深的不安全感，因为我们的大脑渴望确定，渴望立刻得到反馈，而没有结果的空白，会让我们误以为一切都停滞。但事实上，很多改变都发生在等待的静默之中，只是我们的焦虑让我们看不见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在等待与停顿的阶段，大脑并不是空白，而是在进行深层的整合，神经网络在重新连结，潜意识在重新整理，就像种子在土壤里，看似静止，却在暗中萌芽，只是我们没有耐心去看见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的安排从来不是依照你的急迫，而是依照能量的对齐。当时机还没到，宇宙会让一切暂缓，不是惩罚你，而是保护你，因为此刻的你还不足以承接，因为你还需要某些经历，因为那份礼物需要在更刚好的时刻出现，才不会流失，才不会错过。所以，当你觉得自己一直在等待，请不要急着否定，请不要急着怀疑，那不是停滞，那是一种准备，那不是延迟，那是一种保护。宇宙正在为你调整频率，灵魂正在为你预约刚好的时机。请记得，太阳不会提早升起，月亮不会提早圆满，花朵不会提早绽放，一切都在自己的节奏里进行，而你的等待也是这样的节奏。它有它的智慧，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礼物。当你愿意信任这份等待，你会发现心慢慢安静，能量慢慢稳定，直觉慢慢清晰。你会开始看见等待中的暗号，等待中的线索，等待中的奇迹。有些等待是灵魂正在预约刚好的时机，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刻，你才足以承接，你才真正准备好，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之前的等待是如此必要。练习什么都不改变，反而让一切慢慢靠近。我们太习惯急着改变，觉得此刻的自己不够好，觉得眼前的生活不够完美，觉得如果不立刻改变，就会落后，就会失败，就会被世界抛下。于是我们拼命推动自己，拼命调整，拼命想要更好。但真相是，有些时候，你越急着改变，反而越远离自己，因为改变里藏着一种隐形的讯号，那就是我不够。而这正是让宇宙误解的能量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当人过度追求改变，往往是因为无法接纳当下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人不断陷入焦虑，因为永远有新的缺陷要修正，永远有新的不足要填补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真正满足。因为根源不是外在的条件，而是内在的否定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大脑长期处于
自我批判模式，会过度启动压力系统，让人进入恶性循环。而当人能够停止急迫的改变，选择单纯的存在，大脑才会有空间进行深层的整合，才会开启默默运作模式，让新的灵感、新的方向自然浮现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回应的不是你说了什么愿望，而是你发出的频率。当你急着改变，你的频率是我还不够，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缺乏，更多的落后，更多需要你修正的情境。但当你愿意停止，选择什么都不改变，只是安静的存在，只是接纳当下，只是允许自己已经足够。你的频率是完整，是信任，是流动。宇宙回应的就是奇迹慢慢靠近。所以练习什么都不改变，不是消极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深层的信任。它是告诉宇宙，我相信自己现在就值得，我相信一切都正在发生，我相信不需要推动，生命也会自然展开。请记得，种子不是因为急着改变才发芽，而是因为静静存在于土壤里，才终于破土而出。星辰不是因为改变位置才闪耀，它们只是安静存在于夜空，就自然被看见。你也是如此。当你愿意停止急迫的改变，宇宙会让你成为最自然的自己，而那正是最有力量的状态。练习什么都不改变，反而让一切慢慢靠近。因为显化的本质不是成为另一个人，而是允许自己做回真实的自己。有些愿望无声，是因为宇宙正在安静准备。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，你许下了一个愿望，你全心相信，你不断祈求，你甚至做了所有能做的努力。可是时间过去，依然没有声音，没有回应，没有迹象，好像宇宙把你的愿望遗忘了一样。你焦急，你怀疑，你甚至开始自责。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不值得？是不是我的愿望根本不会实现？但真相是，有些愿望无声，不是因为它不会来，而是因为宇宙正在安静准备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最难忍受的就是没有反馈的等待。我们的大脑渴望立刻知道答案，渴望立刻看到结果。一旦没有声音，就会自动把它解读成失败，没有可能，永远不会。可是这种解读只是焦虑的投射，并不是事实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在沉默的过程中，其实潜意识依然在运作，大脑在默默整合，神经在默默连结，很多突破，很多灵感，很多契机，都诞生在安静的时刻。只是我们急着要结果，看不见正在发生的过程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的时区不同于人类的时钟。当愿望还没有回应，那不是拒绝，而是一种准备。宇宙正在调整能量，正在安排环境，正在引导你进入对的状态。因为如果太早到来，你可能承接不了，
如果太快实现，它可能很快流失。所以沉默不是消失，而是一种守护。所以，当你的愿望暂时无声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，不要急着怀疑宇宙，请对自己说，这份沉默是因为宇宙正在为我准备。当一切准备就绪，它就会在刚刚好的时刻出现。请记得，夜空的黑暗不是因为星星不存在，而是因为它们正在等待最亮的时刻。种子的静默不是因为它失败，而是因为它正在地下准备萌芽。你的人生也是如此。愿望的沉默不是拒绝，而是酝酿，而是守护，而是等待一个更完美的时机。有些愿望无声，是因为宇宙正在安静准备。当你能够相信这一点，你会感觉心开始松开，你会有耐心等待，你会开始注意到那些微小的线索，那些细腻的巧合，那些一步步靠近的迹象。因为愿望从未离开，它只是静静的，在更高的层次里被编织，被守护，被准备。你不需要跑赢谁才能到达你的命定位置。我们从小就被放进竞争的跑道，成绩要比同学好，工作要比同事快，生活要比别人精彩。好像只有跑赢才代表有价值，才代表能够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。于是你不停奔跑，不停比较，不停推动自己，生怕一旦慢下来，就会被世界抛下。但真相是，你不需要跑赢谁，才能到达你的命定位置，因为属于你的从来不需要抢夺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比较焦虑是现代人最普遍的压力来源之一。当我们把自己放在别人的轨道上衡量，就会失去与内在的连结，因为注意力全都在外面，而不是在心里。这种比较不但消耗能量，还会让人迷失方向。最后即使跑得再快，也可能远离了自己真正想要的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当人陷入竞争模式，大脑会进入高度紧绷，压力荷尔蒙不断释放，让人失去创造力与灵活度。这种状态下，行为虽然快速，但往往缺乏深度与长久的力量。而当人回到自己的节奏，跟随内在的动力，大脑才会进入最佳状态。那是一种专注而不紧绷，流动而不匮乏的力量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的回应不是看谁跑得快，而是谁与自己对齐。当你急着跑赢别人，你的震动是比较，是匮乏，是我怕不够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需要你证明自己的情境。但当你放下比较，回到自己的道路，你的震动是安定，是信任，是我已经在路上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流动，就是支持，就是把你一步步带到命定的位置。所以，你不需要跑赢谁，因为你的命定位置只属于你。它不会因为别人比你快，就从你手里被夺走。它也不会因为你暂时慢下来，就从此消失。它一直都在，等待你走到，
等待你准备好去承接。请记得，太阳不会因为月亮的存在而失去光，河流不会因为山脉的高度而失去方向，花朵不会因为其他花先开而错过绽放。每一个存在都有自己的时区，都有自己的使命，都有自己的命定位置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愿意慢下来，你就会允许自己休息，你就会停止无谓的比较，你会开始看见属于自己的节奏，属于自己的路径，属于自己的光。你不需要跑赢谁，才能到达你的命定位置，因为属于你的，早就不会错过，因为命定的，永远只会等你。愿望的流动需要你先学会停留。我们常以为，只要不停努力，不停推动，不停往前，愿望就会实现。好像越快，越积极，越拼命，就能越早到达。于是你不敢停下，不敢休息，甚至不敢好好感受此刻，因为你害怕一旦停留，愿望就会远离。但真相是，愿望的流动不是来自不停的推动，而是来自你是否愿意停留，是否愿意让能量在你身上沉淀，是否愿意给宇宙空间来靠近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人类在焦虑状态下会倾向过度行动，不断做事来掩盖内心的不安，但这样的行动往往不是基于真实的渴望，而是基于恐惧。结果是，做得越多，心却越空，因为你失去了与自己连结的机会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指出，大脑在放松与停顿时，默默运作模式会被启动，它会整合过去的经验，创造新的连结，带来直觉与灵感。这意味着，真正的突破往往不是在不停做的时候发生，而是在停留的静默里诞生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的流动需要你给予空间。当你不停追赶，不停推动，你的震动是匮乏，是急迫，是我现在还没有。宇宙回应的就是更多的等待，更多的缺失，更多的焦虑。但当你愿意停留，你发出的震动是安定，是信任，是我已经足够，我相信愿望正在靠近。宇宙回应的就是奇迹的流入。所以，愿望的流动不是靠你跑得有多快，不是靠你做了多少，而是靠你能否安住自己，能否给予片刻的停留，能否在此刻说，我已经在路上，我不需要急着推动。请记得，河流会停在湖泊里，但它并没有停止，它只是暂时沉淀，然后才有更大的流动。花朵会在含苞里停留，但它并没有失败，它只是等待刚好的时机，然后才有最灿烂的绽放。你的人生也是如此。愿望的流动需要你先学会停留。当你愿意停留，你会听见更多来自灵魂的声音，你会感受到能量在身体里重新排列，你会看见宇宙给你的细腻暗示。这些都是愿望正在靠近的证据，只是你必须安静，才能接收。愿望的流动
需要你先学会停留，因为停留不是停止，停留是对齐，停留是信任，停留是邀请宇宙把礼物送到你手中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